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：聪明女人，家务断舍离时都会做到这些，真的被爽到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当发现不论怎么努力，家务也做不完时，或许是时候坐下来认真思考一下，哪些家务是可以精简或舍弃的。要知道，许多家务其实都是我们给自己增添的负担。家务之所以让人感觉做不完，往往是因为存在许多隐形的、容易被忽视的家务，在无形中消耗着时间和精力。其实，只要去掉隐形家务，掌握正确的家务技巧，就能做到家务断舍离。做到这11件事，就没有隐形家务。不用地垫。刚组建家庭时，我特别想在每个门口都放上一块地垫，无论是入户门、洗手间还是厨房，我都想铺上地垫。但等到需要打扫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，尤其是入户门的地垫。以前只需要打扫和拖地，现在还得时不时清洗地垫，真是让人头疼。我开始反思，当初为什么要在厨房也铺上地垫呢？难道只是为了想象中的厨房能像图片里那样整洁漂亮吗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建议你放弃。只有真正下厨，才会明白收拾厨房有多麻烦。每天3餐后，除了要洗碗洗锅，还要清洁柜面和窗台，尤其是厨房的地面，最容易弄脏。地垫这种东西，很容易积累污垢。经过几次自找麻烦的体验后，我决定把入户门和厨房的地垫都扔掉了。至于洗手间的地垫，是否保留，可以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。不用不通顶的柜子，只要是定制的储物柜，一律做成通顶柜子。别看小小的柜子顶部，一年打扫不了几次，清扫一次就知道日积月累的灰尘有多少了，平时看不见，也是个卫生死角。不用低矮家具。买家具时，建议选择直接落地的款式或者细腿高脚的家具。直接落地的家具可以减少清洁时的死角，而细腿高脚的家具则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加轻盈和灵活，同时便于打扫。但是，不要选择低矮的家具。为什么呢？打扫卫生时，就会发现原因。无论是扫地还是拖地，我们都得弯下腰，把清洁工具伸到家具下面去，否则无法彻底清洁。扫地机器人等清洁电器也难以进入这些低矮的空间，增加清洁的难度和时间。不买重复的厨房工具。厨房是家中最容易堆积重复物品的地方。例如，我买过4把削皮刀、3个压蒜器，以及各种功能相似的锅具，但实际常用的不过2-3样。每次做饭前，我总要在众多工具中翻找，洗碗时又得清洗大量闲置的锅碗瓢盆，浪费了不少时间。后来，我决定根据使用频率进行筛选，只留下最顺手的刀具、1口万能炒锅和1个电饭煲，其余那些重复的、1年用不到1次的器具全部送人。如今，厨房里的所有物品都能直接收纳进柜子，台面空空如也，整个空间变得高效而整洁。不买会闲置的运动器材。跑步机沦为晾衣架，瑜伽垫积满灰尘，哑铃成了摆设。这样的场景是否似曾相识？我也曾跟风购置了大量健身器材，但大多数时间它们只是静静地待在角落积灰，打扫时还得费力挪动，甚至有一次还磕破了孩子的头。自从开始在楼下慢跑后，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运动的关键在于坚持，而非装备。于是，我把跑步机转售出去，把瑜伽垫换成可折叠的轻薄款，只保留了1对小哑铃。这样一来，家里多出了2平米的活动空间，拖地时再也不用绕来绕去，想运动时直接出门，反而效果更佳。不用收纳盒。相信很多人在看过废物利用的视频后，就会囤一堆罐头瓶、牛奶箱，保留下这些收纳物，让我们的家更干净、高效了吗？我想应该没有，反而会增加一堆需要擦拭和整理的容器。其实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为收纳神器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负担。反正我把它们通通扔掉了，还舍弃了家里所有华而不实的收纳盒。不再盲目囤货和大量丢弃之后，我家的物品已经很少，
不用收纳盒，物品更加一目了然，再也不用为了找东西翻箱倒柜，少了那些层层叠叠的盒子，擦灰的麻烦也少了一大半。7. 不铺桌布。我一直不明白，桌子在制造时本就是光洁、坚固且耐磨的，为何人们偏偏要在上面铺一层桌布呢？既不像餐厅里的一次性桌布那样便于清理残羹剩饭，也不只是为了当个装饰品，仅仅为了美观。桌子是用来使用的，一日三餐后都需要擦拭清洗，铺上桌布反而有些碍事。8. 不用马桶坐垫。众所周知，马桶坐垫的主要作用是在秋冬季节防止人们坐下时感到冰冷不适。然而，作为与马桶接触最频繁、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常用品，谁愿意频繁清洗马桶垫呢？如果不经常清洗，马桶垫容易滋生细菌，影响家人的健康，但如果经常清洗，心里又难免觉得有些膈应。扔掉这个家务负担后，每次只需用淋浴喷头冲洗即可，省心又方便。9. 不手洗衣服。我一直认为只有手洗才能洗干净衣服。孩子3岁之前，我始终坚持手洗，无论是夏季的轻薄衣物，还是冬季的厚棉衣，每个周末我都会花费大半天时间洗衣服。这不仅让我疲惫不堪，也减少了陪伴孩子的时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没有必要。原本以为这样可以省水省电，但实际上节省的并不多。如今，除了内衣裤需要手洗外，其他衣物都交给了洗衣机。洗衣机的功能多样，可以根据不同衣物和需求调整成各种模式，甚至还有加热功能。在高温热水的持续翻搅下，无论是顽固污渍还是细菌，都能被有效去除。我不再需要特意留出周末的大块时间洗衣服，任何居家时间，只要想洗，随时都可以进行。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，带孩子阅读，给花草浇水，照顾宠物，读书，或者制作美食。这样的生活既丰富又有趣，当然心情也更加愉悦。10. 不叠衣服。洗好的衣服一般需要叠整齐摞起来，这可不是个轻松活。我们一家的衣服叠好、分类、放置各自的衣橱，每次都要花费不少时间。关键是拿取时很容易就把其他衣服拉乱。以前我对此很是苦恼，几乎每次打开衣橱都得整理。后来发现，只需把衣服挂起来就能让这项工作变得简单又方便。每次晾好衣服，连着衣架一起收，直接挂到衣橱里，既不用叠衣服，也不用额外收纳衣架，一步到位。关键是，衣服也不会因经常拉乱而皱巴巴的。一排排挂好的衣服，款式、颜色一目了然，拿取时也不用一层层翻找，一眼就能看到。不仅更好地收纳了衣服，也让人省时省事又省力。11. 不养太多绿植。对于懒人来说，养花当然要选择那些只需少量水分就能存活，且无需频繁修剪整理的植物。我家里只养了一种绿植，绿萝，它不仅为家中增添了绿色，还带来了生机。墙上适当挂一些仿真花就足够了。尽管老一辈人总爱拿家里不放架花的风水讲究来说事，但我并不迷信这些。只要不是摆放黄白相间的菊花，我并不太在意，只要自己看着舒心，住得舒适就好。当然，还有一点切记，不要摆弄太多花盆。每次搬动花盆、冲洗灰尘等，都是一件增加体力负担的麻烦事。2. 7个懒人家务法，帮你从家务的海洋中解脱出来。1. 执行断舍离，减少物品总量。家中物品越多，打扫起来是否越费劲？断舍离确实至关重要。刚开始践行极简主义时，我花费了1周时间对家中物品进行了彻底清理。我将衣柜里3年未曾穿过的衣服全部捐赠出去，厨房里那些或许有一天会用到的餐具，也都送给了他人。至于孩子的玩具，只留下了他最心爱的，其他则分类处理掉。最终，我家的打扫时间一下子减少了1/3。物品减少后，灰尘无处藏身，清洁效率自然得到显著提高。2. 建立懒人清洁系统，分区不分时。以前我总想着周末大扫除，结果周末被各种家务占满，
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现在我学会了分区不分时的清洁方法，我把家分成5个区域：厨房、客厅、卧室、卫生间和阳台。每天只负责一个区域的深度清洁，其他区域简单维持。这样1周下来，全家都打扫到了，而每天只需要花20分钟。比如周1负责厨房，彻底擦拭台面，清洗油烟机；周2负责客厅，认真吸尘，擦拭家具，以此类推。与其一天痛苦大扫除，不如每天轻松小整理。我家现在执行的清洁系统是：周1厨房日，彻底清洁厨房；周2客厅日，重点打扫公共区域；周3卧室日，换洗床单被罩；周4卫生间日，消毒马桶浴缸；周5阳台日，整理晾晒区域；周末只做基础维护，留出时间陪家人。3. 厨房一锅出，解放做饭时间。做饭耗时太长，那我就要想办法让它变得简单。我目前特别喜欢一锅出的烹饪方式，例如用空气炸锅同时烤制肉类和蔬菜，或者用电饭煲煮饭的同时蒸菜。而最让我惊喜的是慢炖锅的妙用，早上出门前将所有食材放入锅中，晚上回家就能享用到一锅香喷喷的炖菜。此外，我还有备餐日的习惯，每周日下午花2小时准备好全周所需的菜品半成品，将肉类切好，调味并分装冷冻，蔬菜洗净切好后保鲜。这样，平时做饭时只需简单取出烹饪即可。提前规划和准备饮食，不仅能节省时间，还能让我们吃得更健康。我的厨房时间优化法包括投资几款实用的厨房电器，如电饭煲、空气炸锅、慢炖锅，执行周末备餐日计划，提前准备食材，并学习简单快捷的一锅出菜谱。4. 引入家务共享制，全家总动员。曾经，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的任务，但现在，我终于学会了放手。经过与丈夫的商量，我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家务分工表。他负责倒垃圾和擦地板，孩子负责整理自己的玩具和书本，而我则负责洗衣服和厨房事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明确责任区，谁也别想偷懒。对于孩子，我将家务变成了一种游戏，例如，谁先收拾好自己的玩具，谁就能多看10分钟动画片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孩子开始主动参与家务，而我的队友也变得自觉起来。家是大家的家，家务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责任，让家人共同参与，不仅能减轻你的负担，还能让每个人养成好习惯。如果习惯不好，就自己去收拾吧。5. 聪明用家务夹缝时间，碎片化清洁。我并非天生勤快，只是学会了巧妙利用碎片时间。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2分钟里，我会快速擦拭一下台面，洗澡水放着的间隙，顺手整理洗漱台，等电梯的片刻，我会整理一下包里的杂物，将家务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，嵌入生活的间隙中，便不会感到负担。6. 懒人清洁神器，科技解放双手。不要吝啬投资那些能解放你双手的家用电器。扫地机器人绝对是我家的救星，每天定时打扫，地板再也不用我操心，洗碗机也是我的心头好，省去了洗碗的时间和手部皮肤的损伤。还有那个自动窗户清洁机，解决了我擦高处窗户的难题。我家的清洁神器有3种：扫地机器人，日常清洁的得力助手；喷雾拖把，不用弯腰就能深度清洁；自动窗户清洁机，高处清洁不再是难题。7. 不要求100分，不要求完美。这一点其实相当重要，家务活是永远做不完的，我们只需维持最基本的清洁与功能，达到70分或80分即可。追求一尘不染的状态，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以前，我特别反感孩子的玩具，总觉得必须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柜子上，结果把全家人都搞得疲惫不堪。现在我学聪明了，买个大筐子，把玩具全部装进去，孩子玩完后，必须让他自己放回去。如果觉得塑料筐不够美观，可以买一块漂亮的布盖在上面。这种及格就好的思路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家务上，真的会让人感到无比轻松。家务不是目的，家务只是手段。
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，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，过程可以灵活多变。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家务也不是非做不可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看不见的隐形家务中，倒不如将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多看看书，陪陪孩子。聪明的学会家务断舍离，真的很爽。你还有哪些实用的家务断舍离？赶紧分享一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有一种主妇，她可能不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平时也不爱显摆，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随性。初见时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，但当你细细品味，会发现她其实很有生活智慧，懂得轻重缓急，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却偏爱细水长流的安稳，总能在柴米油盐中找到新意，不囿于陈规，这让她把家经营得生机勃勃。这样的主妇真的很让人佩服。其实真正会当家的女人，往往都掌握着这几个要诀。一是家务管理要懂得抓大放小，持家是门艺术，会当家的女人都明白28法则。记得邻居李阿姨说过，过日子要像揉面团，该紧时紧，该松时松，太用力反而揉不出好面。聪明的管家婆都懂得做减法，她们能分清主次，该较真时不含糊，该放手时不纠结，所以不会把自己困在家务堆里。只有掌握了这个分寸，日子才能越过越顺溜。给大家说个厨房小窍门，3分钟法则。如果油锅起火，前30秒用锅盖灭火最有效。要是错过黄金时间，火势就会失控。家务事也是这样，很多小问题不及时处理就会变成大麻烦，但要是事事较真，反而会累垮自己。就像擦玻璃，天天擦的锃亮固然好，但偶尔流点水渍也无伤大雅。越会持家的女人，越懂得在完美和舒适之间找平衡。就像老话说的，治大国若烹小鲜。所谓张弛有度，就是该讲究时讲究，该将就时将就。当你能把握这个火候，家里自然就能井井有条。二是会省钱不如会花钱，省吃俭用苦哈哈，不如会买会花。而真正会持家的，玩的都是长远账。你刚开始可能觉得他买东西挑3拣4，甚至觉得他抠门，慢慢就会发现，真正懂理财的主妇，其实眼光很毒辣。他那可不是小气，他是在用智慧淘汰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他每笔开销都能说得头头是道，买贵买贱都有道理，该花的钱绝不含糊，不该花的半分不浪费。这才是最高明最实在的持家之道。他们只算明白账，清醒务实通透，只买对的不买贵的。精打细算的背后，是过日子的底气。3是给生活留足余量。会当家的女人都懂得晴天备伞。我婆婆总说，米缸常满心不慌，衣柜常整人不忙，提前备好1周的菜谱，随时囤着常用药，换季衣物早整理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准备，能让日子过得从容不迫。就像煮饭要留锅扒缝，持家也要留应急空。突发状况来临时，有余粮的主妇才不会手忙脚乱。有句老话，闲时备来及时用，临时抱佛脚永远比不上日常有准备。当你能把意外都算进计划里，生活自然就少了很多兵荒马乱。4是让家成为温暖港湾。看过一个暖心视频，妻子在玄关摆了张小凳，丈夫每天回家换鞋时，总能看到桌上温着的茶。家的味道不在装修多豪华，而在于这些用心的小细节。可能是阳台上永远新鲜的插花，可能是孩子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便当贴纸。就像小妇人里说的，家是最好的避难所。会持家的女人都明白，再好的家具都比不上家人的笑脸。网友说，永远羡慕这样的主妇，她可能记性不太好，但总能把家人的喜好记得清清楚楚。她会把每个平凡日子都过出仪式感，虽然有时候也会累得想偷懒，生活不会辜负用心的人。当你看到这儿，或许会想起身边也有这样的当家人，也许她就是你的母亲，或者是正为家庭操劳的那个她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